在未来世界，人类的生命竟然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。贫困的人们选择牺牲几年的光阴，以此换取巨额的回报，而富人成为受益者，获得了更长的寿命。提倡这一观念的永旺公司凭借这一理念，说服更多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时间，因为数不尽的富人正排队等待着与他们的 DNA 相匹配的捐赠者出现，这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。贫民窟的孩子们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目标，毕竟没有人比他们更迫切的需要金钱。然而，许多年轻人依旧对捐赠寿命来实现梦想趋之若鹜，生物技术公司也因此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游说他人捐出寿命。然而，牺牲15年的寿命，获得70万欧元的财富，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再加上经验丰富的经纪人大山的游说，孩子的父母也很容易被攻破。毕竟这家人10几年来一直渴望获得合法的身份，有了这70万，他们足以实现梦想，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如此巨大的诱惑，任谁也无法抵挡。于是男孩毫不犹豫地在协议上签了字，完成了这笔单子后，大山本季度的业绩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30年，顺利当选为了年度最佳经营老板。就连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缇娜也对大山大加赞赏，大山也因此获得了一批巨额贷款，如愿以偿地与妻子购置了一套高级公寓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他们的所有资产付之一炬。幸运的是，大山为房子投了保险，然而噩耗接踵而至。保险公司调查结果显示，房子失火的原因并非电线故障或类似原因引起的，只要不是意外事故，保险公司便无需做出赔偿。更糟糕的是，银行要求他们立刻全额补足剩余的250万贷款，否则就要强制执行他们唯一的抵押品。妻子被吓得呆愣在原地，因为抵押品是他自己的40年生命，他的 DNA 恰巧与某个富人相匹配。身为银行顾问的专家向他保证，这一决策毫无风险可言，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是将房产变卖，以应对紧急情况。通常情况下根本无需触动抵押品，因此他瞒着大山抵押了自己的40年寿命。然而当大山得知后，立刻陷入了恐慌，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愿意贡献出自己几年的寿命。然而对方的回复却将他推进了绝望的深渊。与他相配型的那位妇女已经离开了人世，目前并没有与他相匹配的受赠者，这对他的妻子来说无疑是一份死亡通知书。就在妻子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警察突然出现，将他强制带走了，理由竟然是为了防止他还不上钱而逃离这座城市。绝望中的大山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老板缇娜身上，他希望能以自己金牌业务员的身份预支未来几十年的工资，以挽救妻子的生命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走了。缇娜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，他让大山将相关文件发送给他，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直到妻子手术前的半小时，大山都没有收到老板的任何消息。焦急万分的大山再也无法忍受，他冒着生命危险闯入了永旺医院，想要亲自救回妻子的生命。然而还没等他采取行动，他就被工作人员制服了。他只能无助地在大厅里听着妻子一声声凄惨的叫声。当一切终于结束时，大山带着妻子住进了廉价酒店。那一整晚，妻子彻夜难眠，他总忍不住走到镜子前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皮肤一点点松弛，皱纹也越来越深。只过了几天的时间，妻子已经变成了一个苍老虚弱的妇人。虽然大山不会在意他现在的模样，但安娜还是无法以现在的苍老面目去面对大山，两人也渐渐产生隔阂。这天大山赶到公司，他并未放弃希望，只要老板能批准他的贷款申请，他就能用那笔钱买回妻子的40年青春。可当他再次见到缇娜时，缇娜本应苍老的面目竟渐渐变得年轻。要知道，作为公司创始人，缇娜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DNA 来返老还童。此时此刻的情况不得不让大山想到了妻子。直到这一刻，大山才真正看清资本家的嘴脸。在妻子尚未被彻底击垮之际，他选择化妆，试图让自己的外表显得更为年轻。然而镜子无情地揭示这一切不过是徒劳，他的安慰在妻子眼中仅化作了同情。由此引发的争执之后，他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，去医院检查后，大山痛心得知原来妻子早已怀有身孕，却因那次手术不幸流产，夫妻俩的心都碎了。大山和妻子一直渴望拥有孩子，而这次意外也让妻子彻底心灰意冷。他不愿自己这副老态龙钟的身体继续拖累大山，决定与他分手。当大山将妻子送回岳父岳母家时，岳母抱着这个比自己看起来更苍老的女儿悲痛欲绝。大山做梦也没想到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事业竟然摧毁了妻子的人生。在他失魂落魄坐在公园时，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叫一个小女孩妈妈，大山立刻意识到这个小女孩是一个老妇人。他通过购买别人的时间得到了重生，他跟随着这个女孩，因为他一眼便认出这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客户。原来这项技术的高昂费用让许多想要青春重燃的人望而却步，因此催生了地下产业。当那个女孩给了他联系方式后，大山立刻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他联系了一名在邻国的地下医生，准备好假护照和自卫武器。他守候在老板的家外整整一夜。当老板的车出现在路上时，他紧跟其后。只见车驶向了一座墓园，缇娜静静地伫立在冰冷的石碑前。虽然不明白对方来这里干什么，但好在周围没有保镖的跟着。于是大山蒙上脸来到了老板面前，老板也似乎感知到了什么，突然扭过了头。经过一番搏斗之后，大山终于制服了缇娜，将其电晕在地，并在墓碑上喷上了一个名为亚当的组织的红色符号。
这个组织反对换命技术，认为这只是富人在压榨穷人的生命。不久前，他们还闯进永旺公司的医院，杀死了10几名刚接受手术的富豪。大山打算将这件事嫁祸给亚当组织，然后找到正在上班的妻子，告诉他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。他把缇娜藏在了一个汽车回收厂，然后告诉妻子真相。妻子一开始并不相信他，反而认为是他疯了，因为如果他们被抓到，大山的人生也会毁掉。大山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让妻子看着自己，然后告诉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然而另一边，缇娜的手下对大山留下的符号产生了怀疑，因为亚当组织历来都是直接索命，从未有过绑架行为。他们通过监控发现了大山，并根据他的脸找到了他现在的位置。缇娜的私人安保小队立刻赶到回收厂，可大山已经离开了。天亮时，他和妻子已经登上了开往邻国的渡轮。缇娜被关在一个大纸箱里，藏在了货舱中。然而当轮渡即将抵达目的地并靠岸时，妻子发现四周都是警察。这时大山注意到身后的一家4口，他立刻有了办法。他持刀挟持了那个家庭的小孩，逼迫男人开车通过检查。妻子则和缇娜一起躲在货车的箱子里，以免被警察发现。当警察对男人进行盘查时，他的回答含糊不清，吞吞吐吐。警察对他的紧张态度感到疑惑，并在一番困惑和挣扎之后，他竟然下意识地发出了求救信号。可他的求救并没有被警察理解，警察错误地认为他是因为害怕下属的枪而紧张，于是警察便结束了盘问，让他们离开了。大山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随后他释放了那一家4口，再次驾驶货车匆忙离去。在半途中停车休息时，缇娜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。她说大山绑错了人，她实际上是缇娜的女儿玛丽，她只是和妈妈长得非常相似而已。大山立刻拿出手机查询，发现缇娜唯一的女儿露西早在10多年前就因早衰症去世了，而女孩立刻解释说那是她的姐姐。为了防止女儿再次遭遇不测，他们的母亲没有公开过她的身份。听到这些，大山和妻子顿时惊慌失措，难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吗？然而大山很快意识到，这肯定是缇娜为了拖延时间而编造的谎言，于是大山立刻将她绑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他们找到了一家废弃的酒馆作为藏身之处，但是女孩仍然坚称自己是缇娜的女儿，并说她一直都不支持母亲的做法。这几年她一直在劝说母亲停止这种致命的交易。大山不想再听她的话，拿起胶带就要封住她的嘴，但是被妻子阻止了。妻子似乎被他的话所说服，此刻也不太确定他们是否绑错了人。其实大山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，而妻子却突然开始生气。显然此刻的女孩在大山眼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物品。争吵之后，两人不欢而散，而女孩趁机提出她要洗澡。已经心灰意冷的大山不假思索地解开了束缚着女孩的绳子，在他转过身的瞬间，女孩像是早有准备般挥舞着松动的把手，猛烈地击打在他身上，然后趁机逃之夭夭。大山立刻反应过来，追逐着女孩的脚步冲出门去，但门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夜色与树林的交织让他无法追踪到女孩的踪迹。女孩在树林中亡命奔逃，直到一脚不稳，掉进了黑不见底的沼泽中，眼看就要被整个吞没。他拼命抓住头顶的枯枝，呼救声在夜空中显得如此绝望与凄凉。大山的妻子闻声而来，伸出一根木棍让他抓住，最终救了他一命。女人不仅为他准备了热水温暖身体，还在脱去女孩衣物时发现了关键的信息：女孩的身上没有手术后应该留下的3个创口，这证实了她的真实身份并非老板缇娜。妻子把真相告诉了大山，说伤口可能在皮肤再生过程中消失了，但他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也同样激烈。在女孩掉进沼泽时，他曾担心这唯一的希望会断送。就在两人还在消化这重重打击时，一队人马已经锁定了他们的位置，他们全副武装向大山的藏身之处进发。深夜熟睡的两人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动静惊醒，睁开眼睛便发现几个人带着武器站在他们面前。可这些人并不是缇娜的手下，而是反对组织亚当的成员。他们被劫持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里，缇娜的阴谋背后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。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一切的混乱与危险，竟是缇娜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。他发现了大山妻子与自己 DNA 的匹配，便开始了他的计划。他批准大山的购房贷款，让他们买下了那套公寓，然后又让银行职员诱导妻子抵押了自己40年的寿命，之后放火烧了他们的公寓。串通保险公司认定这是他们的责任，拒绝理赔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，夺走了妻子那40年的寿命。每一步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一部分。大山逐渐拼凑出了所有的真相，他意识到自己不仅被缇娜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差点害死了无辜的女孩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大山突然收到了地下医生的信息，他发来了他的诊所的方位，因为他们通过线人得知缇娜的人正在追踪他们，而且缇娜也在其中，所以他们希望大山能将缇娜单独诱骗进来。话音刚落，他们已经抵达了门外，大山被推上前去交涉，他提出要和缇娜谈谈。一位年轻女性从车上下来，正是获得40年寿命返老还童的缇娜，她提出用1000万来换取她的女儿，而大山可以用这笔钱为他的妻子寻找新的捐赠者。但在大山看来，这套说辞不过是在班门弄斧。此刻他只想让缇娜亲自归还他夺走的40年。缇娜表示她需要先确认女儿的安全，大山趁机提出只允许他一人进去确认，并警告如果有其他人试图进入，他的妻子将对缇娜的女儿扣下扳机。然而就在两人朝着大门走去时，他的一个下属却突然警觉起来。 Eine Frage noch, Herr Thomas. Sie wollten direkt Sophie Tyson sprechen. Wie konnten Sie sich so sicher sein, dass sie persönlich hier sein wird? 这个问题让大山瞬间慌乱，他蹲在那里不知所措，眼看着真相即将败露。隐藏在仓库中的女首领下令立即行动。缇娜的一名下属突然将枪对准了缇娜。
原来他是反对者们的内应，双方立刻陷入了激烈的枪战。大山趁机逃进仓库，找到被囚禁在楼上的妻子，他奋力击败了守卫，带着妻子和玛丽逃离。然而当他准备启动车辆时，玛丽突然掏出手枪对准了妻子，这是他趁机从一名守卫那里偷来的。然而就在他扣下扳机的刹那，却发现枪里没有一颗子弹。妻子这时才意识到，他们注定拼个你死我活。他猛地挥出一拳将玛丽击倒，随后把她拖进车厢，匆忙逃离。大山看着惊魂未定的妻子，此刻他才意识到，如果他们杀了玛丽，那么他们将与那些随意夺走他人生命的人没有任何区别。Wir müssen das öffentlich machen. Kriege ich dann meine Jahre zurück? Ich kann das nicht mehr. 可此时的妻子已经彻底黑化了，她只想拿回本应属于她的寿命。既然丈夫改变了主意，她便以自己的生命为威胁，将大山赶下了车。大山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突然这样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是走下了车，眼睁睁地看着车子离他而去。随后女人驱车前往诊所，那是一座偏僻的工厂。不久一辆大巴缓缓驶来，车上下来许多妇人以及将要被夺走寿命的儿童。玛丽也被强行拉进了手术室，大山的妻子也跟了进去。不久手术结束，妻子独自离开诊所，而玛丽也被释放。等她回到家时，她发现母亲并没有死，防弹衣保下了她的性命。次日玛丽醒来时已经满脸皱纹，她希望母亲能够分给她一些寿命，可缇娜却说会尽快给女儿找到捐赠者。显然她不会把现在的年轻寿命转给女儿。1年后，恢复青春的大山妻子的肚子已经高高隆起。在那件事之后，她便和大山离了婚。她寻得了新的爱情，而大山始终默默地在一旁凝视着这一切，内心却已云淡风轻。之后他转身离开与队友会合。原来在那晚之后，他加入了反对者组织亚当，向着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展开了激烈的反抗。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，更是为了天底下所有无辜的孩子。故事基本上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这是一部讽刺人性的电影，它以换取寿命的设定引发了人们的深思。假如真的可以用寿命换取高额的报酬，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会选择换取吧。毕竟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人们很容易被各种利益所迷惑。这部电影警示我们，追求物质生活一定要量力而行。